你好，我是 Coaching 的 Ryan。Stack Overflow 每年都会做一份问卷调查，询问不同领域的开发人员薪资和使用的技术。这样的问卷调查工作从2011年就开始了，报告结果的图表也越做越好，问卷题目也越来越广泛。我之前有做过去年报告的影片，去年的报告和今年的报告略有不同，有些题目只有去年才有，有些题目是今年新增的项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我将影片连结和 Stack Overflow 过去的问卷结果放在下方资讯栏中。这是一张开发人员薪资与年资的分散图。填写问卷的开发人员主要来自于欧美国家，所以薪资相较于台湾或其他国家比较多。但欧美国家的税负也重，保险支出高，消费水准也比较高，所以单就薪水的数字来做比较会不太客观。但如果是比较开发人员在图表上的相对位置，或其他技术的薪资排名，就比较有意义，因为这可以看作就业市场中资方愿意开给工程师价码的高低。所以我会以薪资的高低和年资的相对位置来讨论这份报告，而不是以薪水的数字来讨论。最后我会聊到一个有趣的程式图表关系图，欢迎你一起观赏到最后。这张图表包含了4个资讯，左边 Y 轴是年薪，这是税前的收入，包含了年终和奖金。下方 X 轴则是平均工作年资，中间的小圆圈则是代表每一个开发人员的类型名称，颜色则是这个类型的开发人员数量，蓝色是人数最少的203人，红色则是人数最多的18213人。这份问卷最多的人数是 Full Stack，也就是全端工程师这个角色。另外靠近全端工程师也是红色的2个圆点，分别是后端工程师与前端工程师。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市场的需求和技术大多集中在这前3名的类型当中。因为这份问卷有很多技术和薪资排名被包含在这3种开发人员常用的技术当中，所以如果你没有听过这3种工程师的分类，我简短的带一下，也为后面要提到的薪资和热门技术排名做准备。后端工程师使用的程式语言会像是 Java、Python 这类程式语言开发系统，开发过程中会串接资料库，然后用 SQL 语法查询、新增、修改和删除资料，最后将开发好的程式部署在 server 上提供服务。所以后端工程师除了要会撰写程式以外，也还需要将测试好的程式码透过版本控制软体，像是 GitHub， 将程式合并到目前运作的版本，然后部署到 server 上。程式上线后，会有维运系统的团队负责监控程式的运作。前端工程师则是需要透过 HTML、CSS 和 JavaScript 技术制作出精美的网页，让使用者有一个舒适的使用者体验。如果工程师能够用后端程式语言开发后台系统，并且能够用前端技术制作出界面，做出一个能服务使用者的 Web 应用系统，那么我们就会称之为全端工程师。因为现在提供给使用者服务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浏览器，也是最常见的应用程式，所以这3类的开发人员人数最多。大多数热门技术排名也围绕 Web 应用程式为主，薪资也可以作为整体平均水准的参考。刚才提到前端和后端工程师，程式语言也有分前端、后端和全端。这份名单是今年程式语言的热门排名，和去年的排名比较略有不同，但第1名仍然是 JavaScript。这个原本只能在浏览器上执行的程式语言，在 Node.js 的出现大大帮助到熟悉 JavaScript 的前端工程师，因为他们只要学习一种程式语言，就能在前端和后端两边开发系统。因为这个原因， Stack Overflow 在报告开头就提到 JavaScript 已经连续10年占据了第1名的位置，主要还是因为它能够同时跨2端，又是所有浏览器都支援的程式语言，所以成为大部分开发人员都会使用的程式语言。第3名是操作资料库的程式语言 SQL， 第4名 Python 和第6名 Java 是我们熟知的后端程式语言。
在开发过程中使用 Python 或 Java 撰写商业逻辑，串接资料库，然后用 SQL 来存取资料库中的资料，最后再将资料丢给前端，展示给使用者阅览，是后端工程师常见的工作内容。第5名的 TypeScript 则是让 JavaScript 变得更好。TypeScript 优化了 JavaScript 弱型别的缺点，改为强型别，避免在类型的转换上发生问题。说到程式语言的排名，最常拿出来参考的是 TOB 程式语言排名。和 Stack Overflow 问卷统计的方式不同，它排名的方式主要是依据各大搜寻引擎的数据所计算出来的排名。它的官网有提供它定义排名的方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它官网连结中参考。目前最新的排名，第1名是 Python， 官方排名的网站是这样叙述 Python 的：现在已经很难找到 Python 没有被广泛使用的领域。虽然这2份的排名不同，但你可以看到前几名中有几个重复的程式语言，像是 JavaScript、SQL、Java、C， 这些都是我们所熟知的程式语言。刚才提到最多开发人员的前端和后端工程师，他们除了要会程式语言以外，也要会操作资料库。这份排名就是资料库的热门排名。第1名是 MySQL， 第2名是 PostgreSQL， 这2个都是使用人数最多的关联式资料库。这些关联式资料库都可以用 SQL 搜寻资料，以及新增、修改、删除资料。虽然不同的资料库有些函式会稍有不同，但大致上来说 SQL 的语法是一样的，像是用 select 关键字搜寻资料， update 关键字更新资料。如果工程师要转换资料库工作，也只需要稍加查询语法的差异就可以了。所以一般来说，后端工程师至少会需要熟练一个程式语言和 SQL， 还有对资料库设计的知识。不管是前端或后端，工程师都需要使用程式语言，快速的开发一个稳定和安全的系统。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搭配 Framework 来帮助我们。Framework 是一个框架，它已经帮我们写好架构，将重要的功能模组化，但我们仍然可以客制化去调整细节。所以不管是前端或后端的开发人员，都需要熟练一个或数个 Framework。这份排名就是 Web Framework 和 Web 技术的热门程度排名。第1名是 Node.js。 刚才有提到 Node.js 就是一个能执行 JavaScript 的环境，负责解析和执行 JavaScript， 让原本只能在浏览器上运作的程式语言，也能和 Python、Java 这些后端程式语言一样，在后台 server 上运作。第2名是 React， 官网是这样介绍自己的：React 是用来实作使用者界面的 JavaScript 函式库。这样子简短明了的说明它的用途。这个开发前端界面的工具是目前最热门的前端技术。这个排名的前6名都和 JavaScript 有关。所以我们可以从前面的程式语言热门排名看到现在 Web Framework 的排名，发现目前开发 Web 应用程式的技术主要都是用 JavaScript 作为程式语言，搭配 Node.js 和 Express 开发后端系统，再使用 React 或是 Angular、Vue、jQuery 开发前端界面。如果你想要朝全端工程师发展，或许这样的资讯可以作为你发展的参考。虽然现在开发 Web 应用程式都是 JavaScript 的天下，但是仍然有许多 Framework 支援不同的程式语言，像是 Python 的 Django 和 Flask、PHP 的 Laravel， 还有 Ruby on Rails。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 Ruby on Rails， 它是使用 Ruby 程式语言开发的 Web Framework， 热门排行不算前面，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薪资排行。Ruby on Rails 排在第2名，远高于刚才介绍过的 React 和 Node.js。 这是程式语言薪资排名， Ruby 排在第5名，它是前20名的热门程式语言排行中薪资最高的程式语言。相比之下，刚才第1名的 JavaScript 还有第2名的 HTML、CSS 薪资都排在了后面倒数的名次。所以我们看一些程式语言或技术虽然热门，但也因为会的人比较多，在市场的薪资相对也比较不太具有竞争力。
反而是热门程度没那么高，或是使用在特定领域的程式语言，薪资水准会更高一点。刚才我们看过人数最多的后端和前端的技术与薪资排名，我现在往右边移动，往年资较高的区域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开发人员类型的人数仅次于前端工程师、桌机或是企业系统开发人员。这个角色和资料库人员、系统管理员、PM 是组成企业 IT 部门的重要角色。他们使用的技术大都和刚才提到的差不多，因为在企业内部比较稳定，不管是环境或是开发技术都是，所以企业内部的开发人员流动率也比较低，自然而然平均年资也会比较高一些，但薪资水准并没有因为年资增长而提高。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资料工程师。相比之下，资料工程师与后端工程师年资相同，但薪资水准却高出许多。资料工程师需要建立大数据平台和 data pipeline、data warehouse， 他们还需要将资料与 web service 整合。他们会使用 Spark、Kafka 和 Hadoop 来处理大量数据。刚才我们介绍过程式语言和 Web Framework 的薪资排名，这份排名是除了 Web Framework 以外的框架薪资排名。第一名就是刚才提到的 Spark。Spark 的核心是一个分散式的资料处理引擎，它有处理结构化资料的模组，可以扩充的机器学习程式库。Spark 速度快，容易使用，支援 SQL 和 Data Frame， 而且它是开放的原始码，所以透明，更新速度快。薪资排名第二的是 Kafka， 和第三名的 Hadoop， 也是资料工程师常用的 framework 之一。资料工程师的薪资高于平均水准，使用的工具和技术在薪资排名也是高于其他 framework， 是目前人力市场上薪资待遇比较高的族群。如果你目前是后端工程师，对资料分析有兴趣，可以考虑朝这个方向发展。除了了解刚才提到的 framework， 还有程式语言 Python 或 R， 虽然转职需要花上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点击相关的技能树，但因为后端工程师对于后台架构、资料库和 Web 开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相较于其他开发人员，学习的速度会快一点。资料工程师旁边有一个年资和薪资相近的角色，叫做 DevOps。这个名称是由开发和维运两个英文字母所组合而成的。顾名思义，它就是串联开发与维运之间的渠道。一个已经上线开始提供服务的系统，开发周期大概是这样的：左边是开发的流程，右边是维运的流程。一个已经上线的系统会由维运团队负责维护和监控，确保这个系统能够正常的运作。当发现有需要修改的 bug 或效能问题时，就会交由开发人员规划处理。这个时候除了更新目前现在系统上程式，也会加入 PM 从使用者收集到的需求，然后开发人员就会开始写 code、build 程式和测试程式，确认没问题后就会 release、deploy 新的程式码到 server 上，维运团队就会继续维持系统正常运作。看似完整的流程，但是仍然有看不见的风险。从 test、release 到 deploy 这段上线前的步骤，常会隐藏许多的错误，造成上线后维运的问题，像是外挂程式版本冲突的问题。但是在 Jenkins 这样的系统帮助下，提供持续整合的自动化流程，能够快速安全的更新系统。所以 DevOps 工程师会确认系统在部署期间和之后都能正常工作。他们负责发布程式码的部署、监控和扩展。DevOps 在两边的工作，让维运和开发双方的资讯都变得透明。也因为资讯变得透明，两边的整合度也变得更高。这是一张开发与维运流程中常用的软体。这张图的流程缩短了刚才提到的几个步骤，但整体来说还是一样的。下方在持续整合的流程中，就有刚才提到的软体 Jenkins， 另外 JMeter 和 JUnit 则是 Java 常见的压力测试和单元测试工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停留看一下。
薪资水准在资料工程师和 DevOps 上方的是云端基础架构师。我们开发出来的系统都需要在伺服器上运作，这样才能提供运算的功能和线上的服务。所以这类的工程师需要熟悉云端平台的工具，建制出系统的基础架构。Amazon AWS、Google Cloud、Microsoft Azure 这3个是目前最大的云端平台。这3间公司名气大，资源多，提供的服务也比较全面和完整。目前最多人使用的是 AWS， 占据受访者的一半以上。在薪资排名部分， AWS 也是这3间云端平台薪资最高的。AWS 提供许多服务，像是云端伺服器 EC2、云端储存空间 S3，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资料库服务 DynamoDB， 在资料库的薪资排行中占据第1名的位置。去年的资料库薪资排名第1也是 DynamoDB， 今年的薪资还上涨了许多。DynamoDB 不同于 MySQL 这类关联式资料库，它是 NoSQL 的资料库。它最大的优点就是速度快， Dropbox 和 Zoom 都有使用这项服务。AWS 的教学文件完整，网络资源多，也有提供教育训练和证照。如果你想要朝云端基础架构师发展，或是想要架设自己的线上服务，可以考虑先从 AWS 开始学习。任何系统都要放在稳定又安全的基础架构之上，但是这个架构又需要保持弹性，随着系统快速发展而扩建，所以云端平台的开发人员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薪资水准也会比一般开发人员来得高。今年的薪资报告中增加了一个开发人员类型 Blockchain 区块链，这类型的开发人员年资比较浅，但是薪资水准高于人数最多的前端和后端工程师。区块链技术最重要的就是去中心化，这几年火红的加密货币和 NFT 就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发展出来的。现在这项技术也开始应用在其他非金融相关的领域，像是政府机关、媒体和奢侈品等领域。不过这份报告中并没有询问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问受访者你对于区块链、加密货币和去中心化赞同的程度如何，从非常支持和赞同到非常不赞同5个等级，另外加上一个不确定 unsure 的选项。从结果来看，在赞同和不赞同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趋势倾向哪一方，分别是非常赞同和赞同总和的 32%， 以及非常不赞同和不赞同总和的 31%。 保持中性冷漠看待的也有 26%。 除了这份报告展现出开发人员对于这项技术的分歧，在加密货币市场上也有类似的分歧。一边是股神巴菲特，他非常不看好比特币，他认为比特币不是一种生产性的资产，不会产生任何有形的东西，这与巴菲特价值投资的理念相违背。另外则是特斯拉的马斯克和 ARKK 的 Casey Wood， 他们则是相反的，对于加密货币的未来和远景十分看好。即便现在认同与不认同双方有所分歧，但不可否认区块链将会是越来越重要的技术，所以 Stack Overflow 也开始将区块链放到他的报告中。前面我介绍的图表和薪资、技术的热门程度排名有关。这份图表不只是单纯的排名，而是在程式语言之间建立一个有趣的连结。这张图是询问受访者，你过去1年所使用的程式语言和你明年想要使用的程式语言。这2个问题帮助我们了解开发人员对于程式语言的期待，让程式语言之间产生了关联。透过这张图，我们可以观察到每一个程式语言受到其他程式语言的开发者感兴趣和期待的程度。当这个程式语言和其他程式语言产生很多连结，代表这是一个受到不同领域开发人员欢迎的程式语言，也透露这些开发人员想要转移的方向。这张图乍看之下有一点复杂，但是你看懂了之后就会觉得它很有趣，所以我稍微说明一下要怎么阅读这张图。当我把滑鼠放在其中一个程式语言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程式语言和其他程式语言之间出现了很多连结的线条，这些连结的线条代表了它和其他程式语言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点击这个程式语言之后，它会变成灰色，中间的线条会在圆圈中消失。这是为了让我们删除掉不想看的程式语言，方便我们专注在想看的程式语言。我现在点击掉其他程式语言，只留下最热门的2个程式语言 JavaScript 和 Python， 用这2个程式语言来说明圆圈中的线怎么看。每一个程式语言都有一个代表自己的颜色。我将滑鼠放在 Python 上方， Python 是橘红色，线条的颜色代表了工程师在过去这一年所用的程式语言。所以最右边这一条连向 JavaScript 的线代表的是这一年用 Python， 但明年想要用 JavaScript 的人数。你可以把滑鼠放在线条上方，就可以看到人数。这里的意思是说，有14510位使用 Python 工作的人想要使用 JavaScript 来工作。线条越粗，代表人数越多。另一条代表 JavaScript 的紫色线则是反过来，代表这一年用 JavaScript， 但明年想要用 Python 的人数。所以我们用颜色来判断今年使用的是哪一个程式语言，就可以看出想要使用这个程式语言的工程师明年想要转移的方向了。那么连接程式语言自己本身的这条线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用 Python， 但明年我还想继续用 Python 的意思。这个程式语言的忠诚度高不高，就看这条线了。你可以用这条线粗细的程度来比较其他线条看看，就可以知道想跳槽的人多，还是想继续使用这个程式语言的人多。我这样说明，你应该就能够理解这张图线条的意义了。所以一个程式语言和另一个程式语言之间最多只会有2条线，如果没有人想使用，就不会产生线条。像是 C 语言，我现在打开它，你会看到 C 语言有2条绿色的线连接 Python 和 JavaScript， 代表使用 C 语言的工程师有部分想使用这2个程式语言。反过来看 Python 也有人想使用 C 语言，但是 JavaScript 就没有人想使用 C 语言，所以 C 和 JavaScript 之间只有1条线。我现在将所有程式语言打开，了解我刚才的说明之后，你就能够花一点时间去动动你的滑鼠，研究一下每一个程式语言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正在使用其中一个程式语言，你也可以看看你的同行有没有倾向明年使用哪一种程式语言，可以作为你下一个学习目标的参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举例的 C 语言，刚才我只放 Python 和 JavaScript， 现在我全部打开后，就会显得 C 语言有点孤单。除了刚才提到的 Python 有人想使用以外，其他程式语言都没有人想使用 C 语言工作，就连隔壁的好兄弟 C++ 都没有，只有想过去但是没有想要过来的。相较于 Python 就受到许多开发人员的欢迎，是一个很多人想使用的程式语言。就像前面提到过的，现在已经很难找到 Python 没有被广泛使用的领域。不知道你现在正在使用哪一种程式语言，你未来想要使用哪一种程式语言，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除了程式语言以外，这份报告也有展示出资料库技术之间的关系。PostgreSQL 和 MySQL 是大部分开发人员想使用的资料库，但是 Microsoft SQL Server 则是没有人想要使用的资料库，比刚才提到的 C 语言还孤单，一条连向它的线都没有。接着是云端平台， AWS 是最受欢迎的平台，不过从连向 Google Cloud 的线条来看，也有不少人想转到使用 Google Cloud。 其他还有 Web Framework、IDE 和其他协同工具，我就不一一说明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花一点时间研究一下，相信你一定也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观点。这份资讯量充足的调查报告，我快速的整理出部分内容，将它制作成影片，其中也加上我一些自身的开发经验。在我观察和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 Stack Overflow 不断的改进和加入新的内容，我也尝试向他们学习，改进我对这份报告影片的制作。所以影片中有不足或需要修正的资讯，还请各个领域的朋友不吝指教。毕竟这份报告涵盖了所有 IT 产业的开发人员与技术，虽然不容易，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制作这段影片，因为我自己也是借由这份报告来欣赏不同领域的专业技能。
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和启发，请给我一点留言支持和鼓励，谢谢。我是 Code Dream 的 Rya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